近日，在珠海航展上举行的飞机地面静态展示活动时，有眼尖的网友发现出现了一架神秘的无人飞机。经过仔细观察后，发现是我国空军现役的无侦8无人机。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无侦8无人机全名为高空高速无人侦察机，首次出厂的时间是2019年国庆大阅兵。无侦8型高空高速无人侦察机是我军内部装备的神秘装备之一，服役以来曝光量基本上没有多少。这次珠海航展公开亮相做地面的静态展示尚属首次。专家认为，无侦8无人机的外形和美国冷战时期制造的 D-21无人侦察机基本上有 70% 以上的相似程度，两种飞机的气动布局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三角翼。不过，无侦8无人机的尾翼和 D-21无人侦察机有一定的区别，但是这种布局让人想到了超音速飞行。根据视频画面的展示，无侦8无人机后部使用的发动机为火箭发动机，这就完美的契合了飞机本身的气动外形。这种火箭发动机的推力更大，但是其固体燃料的燃烧时间来说，仅仅只有数分钟的工作时间。不过，正好可以进行太空飞行，进行大气层飞行。火箭发动机不需要像冲压发动机那样需要额外的氧气，因为火箭发动机可以说是大气层外飞行的最佳技术选择之一。专家推测，能够大气层外飞行的无侦8无人机，由于使用成波体的外形设计，加上火箭发动机驱动，可以以高超音速进行飞行任务，其最高速度可能会达到5到6马赫。按照公开的论文文献来看，火箭发动机经过大幅度优化后，可以在空中工作30至35分钟左右，基本上是已经达到了极限了。剩下的路程就由成波体飞机自行在高空滑翔返回。因此，我们可以假设下无侦8无人机航程，按照5马赫飞行速度连续飞行30分钟，那么无侦8无人机则可以飞行3060千米。后面依靠自身优异的气动外形，可以最多在高空滑翔1个小时，并且自行返回基地降落。滑翔的距离据估计可能超过3000千米，因此粗略计算，无侦8无人机最大飞行距离为6000千米左右。但是这还不是终点。从网友拍摄的航展视频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无侦8无人机的一些显著的细节。在其机背上面有2个竖列的挂钩，不得不让人想起了以往我军装备的无人侦察机使用背部搭载运输机进行空中投射的画面。因此，无侦8无人机出现了挂钩，那么就确定无侦8飞机也可以由大型空中载具挂载发射。由于其竖列的挂钩配置，那么运输机的机翼显然不适合挂在竖列挂钩布局的无侦8无人机，再加上无侦8无人机的重量肯定超过了2吨以上，因此运输机是无法挂载无侦8无人机的。那么目前唯一能携带无侦8无人机，就只有航程远、载弹量大的现役轰 6KG 型战略轰炸机了。不过由于轰 6KG 型战略轰炸机的机腹弹舱外壳阻挡了无侦8无人机挂载，因此必须拆掉外壳才能搭载无侦8无人机。而轰 6KG 型战略轰炸机的极限作战半径为3500千米，算上空中加油的支援，轰 6KG 型战略轰炸机的作战半径可以进一步增加至5000千米范围。因此，轰 6KG 型战略轰炸机的航程加上侦8无人机的航程为惊人的11000千米。那么理论上，侦8无人机侦察的范围可以覆盖大半个地球，但是还要考虑到飞机的返程需要的油料，因此轰 6KG 型战略轰炸机可以飞抵最远5000千米的空域，投放无侦8无人机进行侦察后返回基地，而无侦8无人机继续前往目标进行侦察，侦察完毕后自行返回基地降落。因此，轰 6KG 加无侦8无人机最远可以侦察6000千米范围内的所有目标，可以说是非常的强悍了。而且这种侦察手段目前还没有可以防御的措施。当今世界各国的大部分防空导弹在高度和速度上都难以对无侦8无人机形成致命威胁，因此只要无侦8无人机一露面，就没有它无法侦察的目标，可以说是我军少有的美日无法彻底防御的武器之一。当然，也不是说无侦8无人机天下无敌。目前，美国正在研究的新概念武器，采用和无侦8无人机相似布局的成波体远程防空导弹，
理论上是完全可以拦截误侦8无人机的。另外，美国最近试验取得突破进展的定向武器，未来对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的威胁也是不可小觑的。但是这些技术距离真正能够投入实用还早，因此在一段时间以内，无侦8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令人无解的存在。